在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代，有一位充滿神秘色彩的隱士，他隱居在雲夢山鬼谷之中，因此自號鬼谷子。傳說他精通兵法、術數與百合之策，雖然從未親自下山，但他的弟子蘇秦、張儀、孫臏、龐涓卻個個都是叫動天下、風雲的頂尖人物。鬼谷子不僅是謀略家，更是掌握人心與溝通藝術的祖師爺。今天，我們將結合他的古老智慧與現代的職場情境，帶你深入探討如何在談判與人際溝通中。想象一下這個極度高壓的場景，一名綁架犯抓走了你最愛的人。哇，這真的很可怕。這時候 FBI 談判專家就站在你身邊，對吧？沒錯。他們要你拿起電話跟歹徒交涉，但是他們嚴格禁止你哀求對方，也絕對不准你主動提出任何贖金的數字。相反地，他們會要你對着話筒問綁架犯一個聽起來極度荒謬，甚至有點突兀的問題。歡迎來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正在聽節目的你，今天我們手邊這裡的資料真的是跨度超級大。真的，我剛看到資料的時候也傻眼，想說這到底怎麼都在一起的？對啊，我們要把前 FBI 頂尖談判專家的實戰秘訣，2000多年前被視為暗黑心理學的鬼谷子原點，還有一篇超酷，結合鬼谷子跟賽局理論來分析台灣選舉的學術論文，以及現代職場的求生指南，全部糅合在一起。聽起來元素很多，但其實我們的核心任務很明確，就是要從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資料裡面，為你提煉出3個最違背直覺的溝通與談判突破點。沒錯，因為我們常常以為談判就是那種在會議室裡面拍桌子互不相讓的零和遊戲。對，好像非贏即輸那樣。但這些跨越古今中外的智慧，其實要告訴我們，最高級的溝通往往是不露痕跡的。這3個突破點絕對能幫助你在生活或職場中告別那種廉價的善良。說實話，身為一個普通的上班族，我聽到這邊的第一個反應是，聽起來很累。怎麼說？就是我平常上班當個社畜就夠忙、夠耗腦力了，下班之後我真的只想當個毫無反應的沙發馬鈴薯，直接躺平。誰還有那個精力去算計這些心理戰啊？我懂。而且，你說把 FBI 對付恐怖分子的招數，或者是古代兵法，用在我們這種普通人身上，真的不會弄巧成拙，反而搞砸我本來就不怎麼樣的人際關係嗎？其實這個擔憂非常真實，這也是很多人對談判這2個字最大的誤解。所以不是要我們去算計別人嗎？絕對不是。你可以換個角度想。今天不是要教你變成一個心機很重、到處去占別人便宜的反派，恰恰相反，這些策略的核心目的是為了幫你節省能量。對，當你搞懂這些反直覺的心理機制之後，你反而會發現，原來以前在人際關係裡面耗費了超多毫無意義的心力。我們今天就是要教你如何省力的解決現實問題。好，如果能讓我以後不用再為人際溝通內耗，那我絕對洗耳恭聽。那我們就從大家最常遇到也最耗能量的衝突開始吧。沒問題。我自己平常遇到意見不合最常用的絕招就是妥協，就是大家各退一步，趕快把事情解決，大家開心就好。這樣難道不對嗎？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個顛覆認知了。FBI 跟鬼谷子都嚴厲警告我們，各退一步的妥協往往是毀滅的開始。等等，這完全違反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啊！我們不是都學退一步海闊天空，以和為貴嗎？怎麼會變毀滅？讓我們先來看 FBI 談判專家書裡面提到的一個經典案例。有一對夫妻準備出門赴約，老公想穿黑色的皮鞋，但老婆覺得，今天這身打扮必須穿棕色的鞋子。這種日常小事超容易吵架的。對，兩個人就僵持不下，眼看快遲到了。為了趕快解決衝突，他們決定採用你剛剛說的各退一步，互相妥協。讓我猜猜，他們最後折中去買了一雙黑棕漸層的鞋子，還是說老婆幫老公挑了一雙完全不同顏色的？
比那個還要糟。結果是老公左腳穿了棕鞋，右腳穿了黑鞋出門。哇，這畫面太荒謬了吧！這樣走到路上絕對會被當成怪人啊。沒錯，點出盲點了。這個看似雙方都讓步的折中方案，實際上是個糟糕至極的爛協議。FBI 專家從無數生死交關的談判中得出一個鐵則，叫做“沒能達成協議，勝過達成爛協議”。所以寧願不要有結果，也不要隨便妥協。對，我們必須去剖析人類選擇妥協的底層心理機制。很多時候，我們妥協根本不是因為這是一個好方法，而是我們的大腦在追求認知省力，就是懶得想了，對吧？對，我們純粹只是恐懼衝突帶來的焦慮感。為了逃避那種不舒服的感覺，我們寧願吞下一個會產生嚴重後遺症的爛協議。哇，這真的有戳中我。確實，很多時候我嘴巴上說好啦好啦，那就照你說的，其實我心裡還是很不爽的，只是不想再吵下去了。沒錯，結果那股怨氣還是會留在關係裡面，越積越深。真的？那這跟鬼谷子有什麼關聯？2000年前的人也懂這個嗎？鬼谷子開篇第一篇就講百合之術，這個百就是開啟，合就是避藏、防守。面對不合理的要求或者局面眼看着即將導向爛協議的時候，該閉嘴拒絕、關上心門的時候，你就必須和，就是要懂得防守，劃清界限。對，資料中舉了現代職場的一個很寫實的例子，劇集《30而已》裡面有個角色叫鍾小晴，她是個有求必應的爛好人。同事衣服破了，她幫忙縫；咖啡機壞了，她去修。這種同事我身邊也有一開始大家還會說謝謝，久了就變成理所當然了。是啊，這就是沒有底線的妥協，最後最累最爛的缺都落到他頭上，累死自己還完全沒有功勞。那資料裡有提到另一種做法嗎？有，反觀資料中提到的另一位同事 A， 他具有適度的攻擊性，遇到不合理、與自己專業無關又很耗時的要求，他懂得和，也就是清楚劃定界限，直接拒絕。結果呢？他被排擠了嗎？完全沒有。這位同事 A 反而因為專業能力突出，3年內連升2級。可是這就是我最大的痛點啊！如果我今天像那個同事 A 一樣，主管交代一個超難的專案，我為了不妥協，直接說這超出我能力範圍，我不接。老闆難道不會覺得我這人很難搞？下個月就直接把我開除嗎？你把拒絕跟擺爛畫上等號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哦。不然要怎麼拒絕？資料中特別點出，同事 A 遇到主管交代的難題時，他不是雙手一攤說不做，而是進行向上管理，這完美呼應了鬼谷子中的量權揣情。量權揣情，聽起來很深奧。白話來說，就是你必須清楚估量自己的籌碼。他會接下任務，但同時跟主管清楚分析難點，並要求主管協調資源。像是說，老闆，這個專案我可以做，但我需要行銷部派2個人支援我，這樣嗎？完全正確。你不是在對抗主管，你是在跟主管談判資源。我接你的任務，但你也要給我武器。這樣既沒有妥協成無好底線的爛好人，又展現了你的專業度。我懂了，這才是真正的和。保護自己的邊界，同時又解決問題。沒錯。好，所以第一步我學會了防守，知道怎麼劃底線而不被開除。但如果情況反過來呢？如果今天是我必須又去說服別人，我總不能永遠都在防守吧？當然不行。既然不能硬碰硬，那我該怎麼讓一個很傲慢的老闆或者很固執的客戶點頭答應我的提案？這就進入到我們的第2個顛覆認知了。最高級的說服，從來都不是靠你口若懸河把對方辯倒，而是要學會植入想法。植入想法？對，就是要讓對方以為這個解決方案是他自己的主意，把我的想法變成他的想法。這聽起來超級像那部科幻電影《全面啟動》哈哈 ，Inception 對吧？對啊，在電影裡面，里歐納多就說過，人的大腦會有免疫系統的。如果你硬把一個觀念塞給別人，他們的大腦會去追蹤這個想法的來源。一旦發現是你硬塞進去了，他們就會強烈排斥。你的全面啟動比喻非常精準，
這正是心理學上所謂的自我生成效應。我們來看看《鬼谷子》裡面一個極度精彩的心理學實驗。洗耳恭聽。鬼谷子為了測試他的2個天才學生孫臏跟龐涓，就出了一個難題。他說：誰能把坐在屋內靜坐的我給請到屋外？聽起來很簡單啊，但肯定有詐啊。龐涓先上場，他急於求成，就開始用外力威脅。他在外面大喊說失火了，又說什麼神明降臨了，想逼老師自己跑出來。鬼谷子這種大師，大腦免疫系統肯定超強的啊，這種小把戲一眼就會看穿了吧？沒錯，鬼谷子連眼睛都沒睜開，不動如山。接着換孫臏上場了。他怎麼做？孫臏非常懂植入想法，他走進去，先示弱說：老師，我真的没辦法把您請出來，但如果您現在是在屋外，我有100%的把握能把您請進來。哦，這招絕了！他是在利用鬼谷子的自尊心，對吧？你看懂了。因為鬼谷子對自己的智商肯定很自負，他一定心想：我倒要看看你怎麼讓我進去。沒錯，鬼谷子為了破解孫臏的狂言，自己主動站起來，走到了屋外。這時候孫臏就拍手大笑說：老師，我這不就把您請出來了嗎？哇塞，這太聰明了！這在鬼谷子裡面有特別的專有名詞嗎？到底那句話是什麼啊？當時毒販 B 的女友被毒販 A 給綁架了， FBI 沒有叫毒販 B 去哀求對方放人，也沒有叫他恐嚇對方。那 FBI 教他怎麼說？ FBI 教他在電話裡面只問了一句校準型問題。他問：嘿，我該如何知道我女友毫髮無傷？我該如何知道？就這樣，不求情，也不談贖金多少錢。為什麼這句話會有效啊？我們來拆解一下這個機制的底層邏輯。所謂的校準型問題，通常都是以如何或是什麼來開頭的。你想想，當你問對方你可不可以放人，這是一個封閉式問題，對吧？對，答案就是可以或不可以。沒錯，這時候對方大腦的杏仁核會立刻啟動防禦機制，直覺就回答不可以。但是當你問我該如何知道的時候，你實際上是把一個難題拋進了對方的大腦裡。我懂了，這等於是強迫綁匪的大腦從防禦的戰鬥狀態切換到了解決問題的慢思維狀態。非常敏銳。毒販 A 在電話那頭沉默思考了大概10秒鐘之後，為了解答這個如何，他覺得把人質帶到話筒前讓他說話，來證明他活着，是他自己想出來的聰明主意。哇，這真的就是現實版的全面啟動耶！對 ，FBI 專家當時在旁邊都驚呆了，因為這句話讓綁架犯自己說服了自己，主動把人質的狀況交出來。這真的太有威力了。但我也必須坦白啦，我腦筋真的轉得沒有孫臏或是 FBI 專家那麼快。一般人很難那麼快反應過來。對啊，如果我今天面對的是一個很高傲、看不起人的大客戶，我丟出這種問題，難道不會被對方看穿嗎？這就是為什麼鬼谷子強調，說服力不是看你口才多好、多聰明伶俐，而是要針對不同的人丟出不同的釣魚，也就是誘餌。誘餌怎麼說？書中名言：與智者言，依於博；與貴者言，依於勢。意思是說，面對聰明人，你要展現你的廣博；面對有錢、地位高的人，你要順應他高高在上的氣勢。順應他的氣勢啊，有具體的例子嗎？資料裡面舉了一個賣極度昂貴皮革的業務員當例子。遇到客戶抱怨價格太貴的時候，如果業務傻傻的去跟客戶爭辯成本多高，大腦防禦機制馬上啟動，絕對失敗。那他怎麼順應對方的氣勢？他完全不談錢，他丟出了一個為這個客戶量身打造的誘餌。他說：我知道您是非常專業有眼光的行家，您一定看得出來這塊皮革需要多少工時來手工揉捏。哇，這招真的很高明耶！是不是很厲害？他等於是把定價權跟價值判斷直接綁架了客戶的自尊心。客戶為了證明自己確實是個識貨的行家，為了維持那個尊榮感，反而會自己說服自己，心甘情願地為高價買單。是的，你不需要口若懸河，你只需要觀察對方，丟出對的誘餌，不管是如何的問題，還是對身份的讚美。
只要耳對了，對方大腦的免疫系統就會直接放行。好，這兩招真的讓我腦洞大開，懂得防守畫底線，也懂得用誘餌進攻植入想法。但現實生活中還有一種最棘手、最慘烈的狀況。什麼狀況？如果我用了這些方法，但對方剛好也是個談判高手，雙方都非常強勢，誰也不讓誰，徹底變成一個死局的時候呢？這就來到了我們今天的第3個顛覆認知了。在極度僵持的死局裡面，退讓反而才是最強的推進力。等一下，我們第一點才剛說過妥協是毀滅的開始，現在你又說要退讓，這不是自相矛盾嗎？表面上看起来矛盾，但其實恐懼衝突的妥協跟掌握全局的策略性退讓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東西。怎麼說？為了說明這點，我們要帶入那篇將鬼谷子結合賽局理論來分析台灣政黨選舉的學術論文了。等一下，提到台灣政黨選舉，我覺得我們要在這邊先跟正在聽節目的你聲明一下哦，我們今天絕對是保持客觀中立的。沒錯，我们纯粹就是引用这篇学術論文裡面的賽局分析來探討選戰策略背後的邏輯，絕對不代表任何政治立場哦，大家聽了不要走心。對，我們把政治立場先放門外。這篇論文探討了一個極度僵實的狀態，叫做懦夫賽局。懦夫賽局 ，Chicken Game， 對吧？對。想象一下，兩位同黨派的候選人為了搶同一個選區的地盤，互不相讓。這就像兩輛全速對撞的火車，雙方都覺得對方一定會先害怕而轉向，所以兩邊都選擇硬碰硬，死踩着油門不放。這種戲碼其實在職場或商場也超級常見的，兩邊部門都想當老大，那最後結果呢？通常就是兩敗俱傷。這種殺敵1000自損800的內耗，反而讓第三方的對手漁翁得利，輕鬆當選。這就是死磕到底的下場。那要怎麼破解這個死局？鬼谷子給出的解藥是反彈琵琶、欲揚先抑以及和光同塵。和光同塵，這聽起來很像某種道家的修仙法術。這在現實談判中到底是什麼運作機制啊？所謂和光同塵，就是收斂你刺眼的光芒，讓自己混同於塵世之中。在心理戰裡面，它的機制就是主動降低你的威脅感，以免觸發對方的防禦。可以舉個例子嗎？資料中舉了三國時期諸葛亮說服孫權抗曹的例子。諸葛亮大老遠跑到東吳，但他沒有一開口就叫孫權出兵打仗。也是了，如果他直接要孫權出兵，孫權肯定覺得你算哪根蔥啊？你在教我做事嗎？憑什麼指揮我？對，所以諸葛亮反其道而行，他開始大肆誇耀曹操有多麼強大，兵多將廣，甚至暗示孫權如果覺得打不贏，不如早點投降算了。哦，這就是你說的欲揚先抑。沒錯，這種退讓與示弱，其實就是在降低威脅感，但同時他狠狠踩中了孫權的底線，激起了他的鬥志，最後對方反而主動提出說要結盟，所以這叫做策略性的給予。可是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該退？而且退讓的時候到底要做什麼？我真的很怕我一退，對方就軟土深掘。鬼谷子裡面有一句話叫欲張反臉，欲取反予，想要奪取必先給予。資料裡提到戰國時期齊國的田嬰執意要在自己的封地築城，所有的門客去勸阻，都被他強硬地趕出去，場面完全是個死局。那怎麼辦？這時候有個門客走進來，他不應勸，只說了3個字海大魚，然後就閉上嘴巴，轉身準備離開。哇，講話講一半最煩了。田嬰一定好奇死了，這是在玩飢餓行銷嗎？為什麼這種沉默的退讓會有效？你捕捉到精髓了，這在心理學上創造了一個資訊真空。資訊真空會引發對方的焦慮感與錯失恐懼。人類的大腦非常討厭未知的空白。田嬰因為極度想知道下文，焦慮感迫使他主動拜託那個門客把話講完。所以門客把發言權讓給對方，對方反而暴露出他的需求。沒錯，門客這才說，大魚在水裡沒人能動，但離開了水，連螞蟻都能欺負它。齊國就是您的水，您不顧齊國根基跑去築城，有用嗎？
田英聽完立刻就停弓了。原来如此，這招在鬼谷子叫張網得時，虛靜以待，退讓，保持沉默，其實是為了拉開距離，看清局勢。當你把舞台讓給對方，對方反而容易因為急躁想要填補空白，暴露出他的底線跟弱點。我的天哪！今天這場深度解析真的讓我腦洞大開哎！原來溝通跟談判根本不需要聲嘶力竭，反而可以這麼省力且精準。真的，省力才是最高境界。我們來為大家快速回顧一下今天的這3大突破點。第一，拋棄恐懼衝突的廉價妥協，學會和，用向上管理來談判資源，保護自己的邊界。沒錯。第二，不要硬銷你的想法，利用大腦的自我生成效應，用校準型問題跟專屬的誘餌，把你的目標變成對方自己想出来的主意。很好。第三，遇到火車對撞的死局時，千萬別玩懦夫載具，運用和光同城降低威脅感，用沉默創造資訊真空，讓對方自己露出破綻。總結得非常有條理。其實關於剛剛提到拉開距離、看清局勢這點，《鬼谷子》裡面還有一個極具畫面感，但也令人毛骨悚然的觀察。哦，是什麼樣的畫面？鬼谷子曾經要弟子們去觀察樹上的一幕，有一隻蟬正專心致志地吸着樹枝，而在它身後，一隻黃鸝鳥死死盯着這隻蟬，隨時準備撲上去。但是黃鸝鳥沒發現，一隻螳螂也正舉着雙臂準備捕食它。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個成語大家都聽過啊，大家都以為自己是獵人，其實全都是別人的獵物。沒錯，但故事的精華在最後。這3種生物都為了眼前的利益，死咬着目標不肯退讓，陷入了一個死局。但他們完全沒發現，在樹下有一個人類正拿着彈弓，悄悄地瞄準着他們全部。哇，這真的是降維打擊哎！那個彈弓太可怕了。所以我想把這個畫面留給正在聽節目的你，在你目前的生活、職場，或者是某段關係當中，當你正為了一個爭執死死咬着不放，拼命想要爭個輸贏的時候，就像那隻執着的蟬或螳螂，你是不是也忽略了背後那個正在瞄準你的彈弓？真的，有時候學會適時退一步，停止眼前那些無意義的